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占卜的课题是：你未来的人生课题和使命是什么？你未来的运势如何？你如何走出当下的困境？那么还有大天使神谕卡给你的一些指引和建议。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四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当中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首先呢，在第一组牌我看到关于你们未来的人生课题啊，第一张牌就是 Creative Expression。你们的灵魂渴望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去表达自我，也就是说，你们未来的人生主题包含了一部分自我认同、自我接纳，也包含了你们在自我表达的过程当中会收获到来自于身边周围人的一些认可和支持。那这是你们在这组占卜当中所获得的某种意义，或者说人生使命，就是你们自身的灵魂渴望尊重、理解、认同，并且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实现自我价值。而第二张牌呢 ，Leadership， 你们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肩负起一些责任，你们会慢慢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你们开始对自己负责，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责任会随着自己的能力的增长而增长，而且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你们会变得越来越优秀，周围人、你们身边的亲人会慢慢的依赖你们的能力、你们的判断，你们会慢慢成为一个家庭的中心，你们慢慢会成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你们在享受赞美的同时也需要承担责任和一切后果。那么我们来看这4张塔罗牌。首先第一张牌星币8的逆位，现在你们可能感觉自己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你们似乎感觉自己一直都在原地踏步。但是我能从这张牌面上看到，你们的付出其实是在一点点为自己积累资本和筹码，为自己为你们的金钱运势和事业运势，包括学业上的运势，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增加的。你们现在其实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这8颗星币呢，就是你们自身积累的运势和已经取得的成就。只不过你们没有意识到而已。而第二张牌呢，太阳牌。我看到了在太阳牌面下的旺盛的生命力啊，这是未来的你们拥有更乐观积极的态度，迎难而上。那这张牌也代表的是你们会慢慢的变成一个乐观主义者。现在的你们可能有一些悲观，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感受美好和幸福的能力。但是你们看到这张牌，这是你们内心潜意识当中拥有的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你们要把它释放出来，因为相信美好是得到美好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第3张牌呢，圣杯4。圣杯4呢，我们从这张牌面上可以看到你们正处在一个情绪的低谷当中。现在的你们并没有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但是呢，这张圣杯4可以看到，这个圣杯呢是你们人生当中即将出现的一个惊喜、好消息，或者说预期之外的结果，它能够帮助你们从低谷当中走出来。而第4张节制牌呢，现在的你们需要克制住自己内心当中的某种冲动或者说欲望，它也代表的是克制自己懒惰和拖延的小毛病。节制牌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修炼。这张牌提醒你们，你们曾经对自己做过的一些承诺、立下的目标，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你们为什么出发。你们现在需要重新捡起你们曾经的那些承诺和目标，继续向前。那么这2张月亮神谕卡呢，第一张牌是 Promotion， 代表的是你们未来人生在某一个节点上会加速成长，它代表的是之前的瓶颈期不断积累的能量和运势会迎来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和爆发，它意味的是加速的人生、加速的运势转变会在未来发生。而第2张牌呢，Confession， 忏悔。可能
过去犯过的某个错误，在这组占卜当中可以进行一个忏悔和坦白，因为你们所犯过的错误可能会给别人造成了某种伤害，那么你们的这些忏悔和坦白都会在这组占卜当中被这张牌所赦免，被大天使所原谅。那么我们来看这4张占星神谕卡给我们的指引啊。第一张牌 Abundance， 它代表的是你们未来的人生会在不断的持续的努力下得到回馈，你们未来会拥有一个非常富足的人生。而第2张牌呢是射手座 Sagittarius， 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啊。这张牌代表的是生命当中的美好，同时射手座它还是12星座当中最幸运的星座，我们会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尤其是针对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有一部分小伙伴你们可能会感受到近期自身的运势非常的低落，那么这种幸运女神带来的某种光华会带你们走出低谷，你们的人生即将迎来一个反弹。而第3张牌呢 Sixth House Routine， 你们现在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在不断的重复和循环，你们会觉得人生对你们来说有一些枯燥和无聊啊。但是呢，这种循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因为人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2次。你们在重复和循环的过程当中，会感受到自身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就是一种幸福。同时呢，这种重复和循环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在这种重复和循环当中，发现藏在角落当中的美好。要记住一句话：生活本身没有意义，是你将意义带入到生活当中。人就像一颗被风吹落的种子，然后开始生长，这是随机而无意义的。但是既然有了生命，我们就要向光生长，我们就要向着阳光绽放。那么第4张牌呢 Tenth House The World， 第10宫啊，你们的事业，你们未来的工作，你们的学业，它是你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它值得你们去认真的对待。你们现在只需要兢兢业业的去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和学业，并且在工作和学业上遇到的挑战，你们要把它当成是自己成长的养料。同样的，这些挑战和困难也是你们成长的契机。你们在面对挑战的过程当中，会明白自己真正的使命和意义。其实在人生的跑道上，你们的对手只有自己。你们现在之所以焦虑，也是因为你们永远都在和别人比较。但是你们要清楚，其实你们只是在和过去的自己赛跑。真正的高贵永远是优于过去的自己。你们会在不断的超越过去的自己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自己的生命被一点点的填满。你们会感受到这种充实，这会令你们感到无比的喜悦。在你们的人生一点点被填满的同时，你们就会感受到幸福的真谛。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呢，第2组牌我们看到这2张人生的意义神谕卡，第1张就是 Artist， 说明你们自身拥有很强的创造能力啊，或者说天马行空的思维。你们对于美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标准，你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某种审美能力，你们喜欢创造，喜欢优雅，你们喜欢一切关于美的事物啊，这让你们变得极具想象力。所以说未来你们可能会从事的行业或者说爱好都和这种创造力和美息息相关。它可能是音乐、艺术、绘画、美术、设计，包括文学创作。即使你们最终没有从事相关工作，你们也至少会有1到2种爱好来释放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和能力。而第2张牌呢是 Teaching， 你们其实很崇尚或者很渴望去当一个老师，你们喜欢分享，喜欢启发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能够获得很强的成就感。所以说未来当一个老师可能会在你们的潜意识当中明明指引你们前进。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塔罗牌呢，首先呢，这张星币牌它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会收获一个预期之外的结果，也许会开启你们人生新的方向，会收到一笔意料之外的金钱。而第2张牌呢，宝剑侍卫，代表的是你们自身的性格，就像这张宝剑里边的侍卫一样，来去如风。
所以说你们自身向往自由，在思维上天马行空，敢想敢做，爱憎分明，渴望证明自己。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难免会受伤，难免会犯一些错误，因为自己的情绪化而总是冲动的做出一些让自己感到后悔的事情。而第3张牌呢，力量牌，它代表的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你们在追寻人生目标和使命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忘了感受身边躲在角落当中的美好，学会享受过程，感受你们在过程当中所获得的体验和经历。在你们追寻某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啊，这张牌也代表的是某种阴阳调和的力量。所以说你们要学会不要让自己过分冲动啊，因为这样一开始的热情和激情容易消退。但是也不要让自己过分软弱，这样只会让你们裹足不前。你们需要达到一种阴和阳的平衡，这样才能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和频率，不会在过程当中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而第4张牌呢是宝剑3的逆位，代表的是你们正在从过去的一段受伤的回忆当中挣脱出来。曾经的你们可能在爱情当中有过一些幼稚且不切实际的想法，曾经过度的付出，但是现在你们正在努力的挣脱束缚。一旦当你们完全从过去走出来，你们的前方便会豁然开朗。现在的你们正在慢慢的学着在失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那么接下来的这张月亮神谕卡的 Topaz， 代表的是你们的未来即将或者说现在正走在一个人生的分岔路口上。你们现在的内心很忐忑，因为改变即将发生，你们害怕前方的阻碍，但是当你们突破以后，你们又会觉得这是虚惊一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已经得到成长。那些我们一直好奇而又有一些忐忑不安的未来，其实我们能够从心里隐约的感觉到它们是明亮的。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占星神谕卡呢，首先第1张牌是 Scorpio Transform 天蝎座，它带来的是一种善于变化的能量，而这种善于变化的能量可能会让你们在不断的接受改变，放下自己已经拥有的。你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变化太快，有时候缺乏某种坚持，但是其实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不断的尝试自己真正适合的方向。现在你们正在人生的缝隙当中努力的生长，所以不要害怕改变，拥抱改变，接纳改变，你们会在改变当中成长。而第2张牌呢是 Air Element Communicating 风元素带来的一种沟通。那么沟通可能是你们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烦恼，人际关系令你们感到困惑你们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处理好人际关系，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时刻保持冷静总是把情绪带入到一段对话当中。及时沟通其实也需要我们放下执念，因为我们总是带着某个目的去沟通当对话的方向没有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会变得焦虑和急躁。放下自己的执念去沟通，顺势而为，多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人际关系带给我们的烦恼自然而然就会消失。而第3张牌呢 Venus，你们对于自己的外在有着很严重的焦虑的情绪，但是你们要意识到，你们的美对于你们自己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对于你们自己来说，你们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而第4张牌狮子座Leo I will， 你们对于自己有着很高的要求和期待你们有着很强烈的这种向上的能量。要记住，你们的欲望在哪里，你们的方向就在哪里，你们的成就就在哪里。吸引力法则会把你们渴望的东西带到你们的面前。有时候你的烦恼来自于你太专注你的烦恼，当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目标上的时候，你的烦恼自然就会消失。在追逐自我的过程当中，放下执念，一切都会及时到来。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那首先呢，第3组牌我们来看这2张人生的意义神谕卡。第1张是 Study， 现在你们可能依然还在学习提高和进修，你们还在完成自己的学业或者说进行某些科研工作。
当然，这张牌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一生的时间，你们都要不断的去接纳一些新的知识，不断的更新自己和填充自己的生命。而第二张牌呢 ，Justice 这张牌是你们内心当中所具备的正义感，你们对于不公正的事情有很高的关注度，你们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目光放在那些弱势群体身上，并且能对他们的境遇感同身受。你们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而且呢，这张正义牌代表的是你们未来可能从事的工作，你们的工作可能说会帮助或者说保护到那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而正义牌它代表的是某些法律职业或者说工作，国家机关、公务员等等。那我们来看这4张塔罗牌，首先第一张牌是权杖8的逆位啊，你们在寻找自己人生方向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浮躁，因为权杖8的逆位代表的是总在不断的尝试，但是激情和热情会很快的消耗。对于一件事情总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坚持下来，你们对于很多事情有浓烈的兴趣和好奇心，但是又总是虎头蛇尾。那么从这张权杖牌呢，我看到了你们拥有一颗炙热的心，你们愿意尝试，愿意改变，只不过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浮躁，容易让自己无法把某件事情长久的坚持下去。而第二张牌宝剑9啊，代表的是你们当下的状态可能会因为这种焦虑和浮躁影响自己的睡眠啊。从牌面上也可以看到，你们这段时间的睡眠一直不是很好，可能会熬夜失眠啊，甚至有这种午夜梦回的现象。而第4张牌高塔牌和星币7的逆位，你们的人生会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或者说改变。那高塔牌它带来的这种突然的变化会让你们感觉到手足无措，它会逼着你们成长和改变。而右边的这个星币7的逆位呢，代表的是你们进入到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瓶颈期，感觉到自身无法突破，甚至有一种不断的原地踏步的感觉。但是高塔牌它带来的这个改变呢，会逼着你们踏出自己的舒适圈，所以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们很快就能看到自己的成长和改变。因为我在这2张塔罗牌当中看到的是克服自身限制的一种力量。而这2张月亮神谕卡呢，第一张牌是 Disillusion 啊，这张牌呢是当你们的某些幻想破灭以后，反而能让你们有一个决心啊，或者说它和这个高塔牌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有关。也许是现在的你们喜欢天马行空的去想象，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但是又缺乏一些脚踏实地的行动力。但是呢，当你们自身的这种某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幻想破灭以后，你们反而能够更加脚踏实地的去做出行动，你们会有一个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的时刻啊，这个时刻就叫做觉醒。而第2张牌呢是 Commitment。那么这个 Commitment， 你可以在这组视频里边呢，向宇宙下一个订单，一个你们想要实现的愿望，一个你们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某个目标，或者说人生想要达到的高度。宇宙呢会通过这张牌接收到你们的订单，并且帮助你们梦想成真。同时呢，这张 Commitment 还有忠于自己的意思啊，你们要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和指引，不要因为外部的一些噪音或者说压力而做出一些违背自己内心的事情。也许你们现在会因为一些压力而不得不做出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的方向在哪里，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心在哪里，你们的未来就在哪里。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灵魂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 Aquarius I know 水瓶座，你们有很强的个人主义，追求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你们会很顽固，有的时候你们会很叛逆，你们的想法总是在不断的变化，那这是水瓶座的一些特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张月亮它代表的这张月亮占星牌呢，代表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灵魂，你们自身的灵性智慧其实在慢慢的觉醒，你们的内在远超你们的实际年龄啊，你们自身也非常有可能是一个老灵魂，经历过无数次的这种转世与重生。而且呢，这张
灵魂神谕卡，月亮带来的指引。你们要重视自己的感受，因为感受是灵魂的语言，它是你们的灵魂在尝试着向你传递出某种信号，而这种信号能够帮助你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找到真正属于你们的方向和世界。那么第二张牌呢 ，Jupiter Return Benefits， 木星回归带来的运势上的转变这张牌呢，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运势牌，它能够帮助你突破现在的瓶颈期。你们手上可能说有一些正在做的事情将要面临的挑战，也会更加顺利的通过。而第三张牌呢 ，Cancer I Feel， 巨蟹座带来的一种很强的共情能力你们自身有很强大的这种疗愈的能量。你们不仅可以用这种能量去自我疗愈、自我保护，你们还会用这种能量去保护他人，保护你们身边的朋友。可能说你们自身也非常的情绪化，你们的情绪有时候会在一瞬间爆发，因为一件小事就崩溃大哭。但是其实呢，巨蟹座它不仅仅代表的是情绪，它也代表的是一种非常坚韧而强大的这种能量。你们会发现，其实你们已经咬着牙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而且呢，这张巨蟹座它的这种疗愈的能量呢，是你们在和其他人产生连接的过程当中得到的一种滋养和疗愈，这是你们人生的一种使命和价值疗愈别人，疗愈自己。而且你们能够在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收获成长，超越自卑。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四组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4张人生的意义神谕卡给你们带来的未来的这种人生的方向和使命都会有哪些。第一张牌呢，就是 Oracle Cards。你们渴望从这种塔罗牌神谕卡当中得到指引和答案，说明你们本身就具备这种原始的渴望，你们渴望窥探到未来，你们对于神秘学和占星学会非常的感兴趣，所以说你们的未来有可能会把这种占卜神秘学当作是自己的一种副业。而第二张牌的 Books， 你们喜欢从阅读当中找到人生的答案，阅读能够让你们感到笃定和安静的力量，阅读也能够帮助你们深度的收拾和整理自己的内心，沉淀自己的人生。阅读相当于是你们的一个避难所，它能够帮助你们屏蔽掉外界的一些杂音。而第三张牌呢 Writing， 写作，它是一种自我表达你们通过写作来抒发自己内心当中的某些情绪，记录生命的时刻，帮助你们处理生命当中一些难以处理的部分和遭遇在书写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们将创伤通过创作升华，所以说我们在写作的过程当中，自身也会得到沉淀和滋养，我们内心当中的负面情绪和能量也会得到释放。那么既然出现这张牌，我相信如果说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有写作的习惯，那么请坚持下去，你们会在写作当中得到一些指引和方向，梳理自己的人生。如果你们没有这种习惯，那么你们可以尝试着去记录和书写自己的人生，这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们会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那么第四张牌 Spiritual Teacher， 精神导师，这是你们自身所拥有的一些远超于常人的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这可能会让你们自身有一些格格不入，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因为你们本身有着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请你们保持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们对于人性和世界有着很强的洞察力，有的时候你们会看破不说破，你们周围的朋友有时候会用不接地气来形容你们，因为你们总是对一些神秘莫测、天马行空的事物感兴趣。有的时候呢，你们会对现实生活不断的重复和循环，感觉到有一些枯燥和乏味。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要怀疑自己，请你们保持这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恰恰证明了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4张塔罗牌第一张牌呢，皇帝牌。
代表的是你们未来遇到的一个贵人啊，他会帮助你们找到自己人生的使命和意义。更重要的是，他会告诉你你自身所具备的这种独一无二的价值，让你更加相信和肯定自己的能力，对自己更加坚定。而且呢，我从这张权杖十看到了，你们其实一直都在进行和自己的战争，你们对自己感到不满，不断否认和压抑自己啊，你们对于自己的这种自我期待和自我要求非常的高，而且呢，权杖代表的是你们对于某件事情、某个人、某段关系的执念没有放下，这都会让你们感到十分的疲惫。而第三张牌呢，圣杯四的逆位，这代表的是你们会在人生的低谷期得到一个好消息，或者说一个机会，它会为你们开启一段新的人生啊。所以说，请你们对于未来保持期待和憧憬。而第四张牌呢，宝剑二，宝剑二它其实代表的是你们内心当中纠结而分裂的自我，你们自身的性格也特别容易纠结。在这张牌当中，我看到了一个很矛盾的你们，在爱情当中，你们既渴望爱，又恐惧亲密关系；在自己的人生上，你们既害怕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但是又讨厌束缚，渴望自由。而宝剑二它代表的是你们未来会做出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去终结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些矛盾，去走上一个新的人生的阶段。也就是说，在未来你们会经历一个自我和解，还有自我接纳。你们现在的这种矛盾会在未来变成你们向上的推动力。而接下来的这两张占星神谕卡呢，第一张牌就是冥王星，它带来的是一种非常巨大的这种转变，一个人生的转变。你们内心当中的这些矛盾，他们会未来变成你向上的推动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未来很重要的转变和时刻，一个豁然开朗的时刻，一个觉悟的时刻。而第二张牌呢是 Fourth House Roots，现在的你们可能说非常渴望一种归属感，或者说渴望依靠，你们渴望能够有一个避难所来帮助你们抵挡外部世界的压力。而这张 Wheel 月亮神谕卡抽到的，可以把它看作是塔罗当中的命运之轮，它也代表的是一种命运的力量。你们可能觉得自己陷入到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你们的人生有的时候会常常遭受到一些误解和打击。这个时候你们开始自闭，怀疑自己，你们甚至忘了如何去爱自己，你们开始走入到低谷当中。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渴望某个人、某件事情带我们走出这种低谷，但是也不要忘记，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那道光。有的时候外部的一些机会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困境，但是真正能够让我们走出困境的，本质上还是因为我们拥有一颗相信自己值得所有美好的心。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